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？同样在广东，隔壁的顺德排队都排到爆了，而中山这边呢，好像没什么人说哎。哎，这个汤好喝。哦，闻到吧？我是带你旅行惯吃的文文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。我们现在在广东的中山，从广州到中山坐高铁的话，不到1个小时，非常适合周末过来逛吃。我们现在要去逢源商业街，这条街呢，据说是中山小吃密度最高的一条街。现在是下午2点钟了，本来我们要吃一下中山人的早餐的，但是在家里磨磨蹭蹭，就一下就到下午了。幸好他这家店呢，从早上6点半开到下午3点半，所以还赶得上。我们刚才把车子停在外面，然后走进来，他这家店是进不来的，因为要穿过好多小巷子，耗费隐私。不过这家店名气很大，因为它是1945年就开了，开到现在是第3代人在经营。谭校长又来打卡过。你们这边的肉丸粥能加猪肝或者是皮蛋吗？付完款会给一个这个号码牌，然后找个位置坐下来，然后就会送东西过来。哇，好烫！这个就是他们家招牌的肉丸粥，哇，好烫好烫！你看这个肉丸，这么大一个，这么不规整，一看就是手工捏的。这个粥呢，可以自己 DIY， 可以加猪肝，也可以加皮蛋。我们是加了皮蛋。这碗粥都是只有肉丸的话，好像是17块钱哈。对。加了这个皮蛋就是19块钱。这个其实是中山人的早餐，只是我们现在时间太晚来了，变成午餐了。它这个就有意思了，它不是纯的肉丸，它里面有香菇马蹄，它这个口感就比较扎实，吃起来有点像 Q 版的香菇马蹄蒸肉饼。好吃好吃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肉丸大部分都是有淀粉的，就吃起来粉粉的淀粉感的，但这家呢没有，还不错。广东人熬的粥呢，就是这种细细的、绵密的，几乎看不到米粒。它这个粥很滑，喝到胃里暖暖的。它给的皮蛋颗粒也好大，不是那种切得很细的，就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它实在太烫了，它的热气都闷在里面了。这一碗的分量还挺重的，我觉得早上来一碗的话，蛋白质管够，热量也管够，挺顶的。太烫了，让它晾一下。那我们来吃他们家另外的招牌虾子面，你看这个虾子给的有够狠的，这上面红彤彤的全是虾子。像我很近的看哦，就看到一粒粒的，密集恐惧症都犯了，真的是虾子，面挺干的。不是，刚才不会，放太久了。你应该先吃这个，刚才那个粥实在是太烫了。哇，你看那虾子都在往下掉呢，这就是广东常见的竹升面。来吃一口，竹升面的口感是比较有嚼劲的。这个海鲜味超浓啊！你一口也没吃5000只。那虾子的口感有点神奇，就是它吃起来有点沙沙的，每一个面条都裹满了虾子，咸香咸香的。这个吃起来真的有点神奇，我第一次吃，感觉要放调料吗？我觉得不要了，可能如果想吃辣的可以加点辣，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够咸了，因为它虾子是咸的。这个吃起来有点在吃那个很细的沙子。但是呢，咬下去那个牙齿又会哔哔哔哔哔，好像在爆了一样。再来喝一碗它配的这个汤，这个汤好像是大地鱼熬的汤。这个组合呢，只能用1个字来形容，就是鲜。但是它的海鲜味很浓，如果有小伙伴接受不了海鲜味的话，这个组合就要稍微考虑一下了，会不会很神奇？你们用只炸的。里面还有一点肥。现在好香，对对，它有点肥肉。对，它的肥肉没有剔除，所以咬下去有点微微的爆汁，油脂，加点胡椒粉。加了胡椒粉，这个粥的层次就更明显了。好吃。这家店呢，整体吃下来水平都发挥得很稳，没有踩雷。然后这个肉丸粥跟虾子面，我应该会2次来刷的。哦，对了，屏幕前有没有中山的小伙伴？这条街你们从小吃到大的都有哪几家呢？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下次应该还会再来。哎，这不是顺文溪吗？对。哦，好近啊！那逢源跟顺文溪非常近。你看这个小巷子，像不像我们小时候的家？
小时候全中国人都住在非常有年代看的建筑里。然后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的玩。我们到了这个昭昭美食，在一个幼儿园的旁边，这个开了20多年了，也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。不过我先说哈，像这种杂物加糖水的店，我一般吃都会踩雷。我现在就不知道它是在口味上是情怀加分呢，还是真的好吃。我点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了，腐竹鹌鹑蛋糖水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黑暗？你们有听说过腐竹做甜口的吗？我第一次吃，没有翻车哎，比我想象的好吃。腐竹炖的已经非常烂，然后吸满了糖水，吃起来有点像甜口的冻奶皮。鹌鹑蛋 QQ 弹弹的，它是清甜的，不会齁。这一份呢叫酒肚鱼，有的地方也叫豆腐鱼，这个是广东海边很常见的一种海鱼。哇，你看这个淀粉壳，挺厚的，都炸开花了，油滋滋的。这个酒肚鱼是12块钱一份，它是实价的，每天价格都不一样。然后这一盘只有3只，我记得之前有人是8块钱4只。哇，汁水，哇，太烫了。它的外壳炸得非常酥脆，然后里面的鱼肉呢像豆腐一样，怪不得叫豆腐鱼。我本来以为这种鱼会有鱼腥味的，但是这个没有。背上的翅都炸的都可以吃了，然后椒盐口的。像它肉非常像豆腐嘛，但你们吃的时候还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刺。这个翅不会很硬，是软软的，但是也要吐一下。刚才点的那2样就中规中矩吧。桃叔你觉得呢？那个糖水挺好喝的，然后那个酒肚鱼我个人吃不来，后面有点油腻，第一口还可以。对，然后还有它那个外面那个苍蝇有点。这家店我觉得顺路可以来吃，不用特地跑一趟。众生堂从昭昭过来就到众生堂了，好近。没错，又是本地人的童年店。我们现在来众生堂吃小吃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凉茶铺综艺馆？但是走进来呢，本面蔬菜柜台又特别像麻辣烫店，就有一种又养生又放纵的混搭感。那一个鸡翅，你们这边的招牌是什么？就鸡翅，还有呢？没了，就鸡翅。就鸡翅吗？汤菜就看你喜欢了哦。店员好实在，人工点餐拿号码牌找位置。该赔。这个就是他们家招牌的咖喱鸡翅了，它不是那种淀粉鸡翅，腌过然后拿去炸的，淀粉皮比较薄。没有它差什么。是咖喱味的，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浓。他们说有点那个汕头南乳会不会像？它这个价格跟汕头南乳的鸡翅是一样的，但是味道是不一样的。他们说这个会带辣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辣，应该这个就是广东辣吧。它这个腌制的不错，里面的肉也是咖喱味的，腌的比较入味，非常好吃哎。我还点了一个龟苓膏小的，这一碗是10块，加了炼乳的，短短的。比较厚实，我觉得这好吃哎，那口感有点像仙草蜜，但是比仙草蜜更厚实。龟苓膏里面真的有龟吗？应该是有龟吧，龟背粉、龟板粉。我唔知啊。好吧，它吃起来有一点苦苦的，但是这个苦味是可以接受的，苦完呢就是有点回甘了。众生堂承载了许多本地人学生时代的回忆，但游客嘛，专门跑一趟也许会觉得一般，顺路可以来看看。这里面有点像广州的，对，有点那种感觉。因为店铺都是类似，两边都7楼，然后都衣服店。它那个打猫是什么？满族面。我们今天是从小到大的专场，都是本地人童年店。他没有给你牌子，他没不用牌子吗？我们点了点评版的推荐菜。猪扒面没有点，因为怕吃不下。我点了一个他们家人气那么醋的炸云吞皮。我一开始在网上查这个菜的时候叫炸云吞，到现场以后突然就变成炸云吞皮了。端上来看，真的只有皮耶。为什么它能成为这家人气那么醋呢？我来试一口。就是普通的云吞皮，刚吃没有？感觉有一点。蘸下酱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不一样。还是平平无奇。这份多少钱？7块是不是？7块钱。你们觉得这价格是贵还是便宜呢？就是一点肉都没有吗？指甲盖的肉都没有。除了脆就是脆了，然后还有点面面的。这个人气菜有点匪夷所思。哇，这是热的耶，混酱肠粉。
但是这个肠粉哈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猪肠卷，里面有2个酱，这个应该是花生酱，那红色不知道是什么酱。然后肠粉是这种小小短短的 ，QQ 的感觉。它其实不止2种味道，它这是花生酱，然后这个是甜口的，然后底下是酱油。但是这个红色酱吃多了有点腻，因为有点过甜了。这道菜是 OK 的，它比较香。我第一次吃这种猪肠卷是在广州上下九，你还记得那个一条很窄很窄的被拆掉的小吃街？那时候我在那条街上吃到这个猪肠卷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！哇塞，怎么这么好吃？后面的小吃街都拆掉了。没有吃了很多了，后来突然间没有掉了。这碗呢叫宁香芝麻糊，我现在就很疑惑，它这个宁香呢是指柠檬汁还是柠檬叶还是柠檬皮？看上去黑黑的、稠稠的，这碗还是挺扎实的。哎，这个跟普通芝麻糊不一样啊，这应该是换了柠檬叶。这个芝麻糊味道只能说很特别，里面还有结块，我还是更喜欢纯正的芝麻糊。其实这家我真的值得。满族面这一家呢，它整体价格是蛮便宜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他家口味可能更多是情怀加分。可能我们没有点它的满族面。对，可能是因为他家招牌是那个猪扒面，然后我们没有点对，但我觉得还是顺路来可以吃。不可以。不要乱误导人。老板跟店员都是社恐，需要什么自己拿，好有意思。下一家星星休闲点，它就在满族面的旁边。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本地了，不过我是冲着他家的胡椒鸡脚汤来的。刚才一连串的吃炸的跟糖水，现在可以来一碗咸的了。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胡椒鸡脚汤。看到胡椒鸡脚汤，你想到什么？想到那个大马那个亚星饭店，亚星饭店也是胡椒鸡脚汤。我们看一下这家跟那家有什么区别。刚才一端上来嘛，这个胡椒味就往鼻子里窜了。它这个鸡汤呢是白色的，上面有一点点的油，喝一口。这个汤呢，有点像广式的胡椒猪肚鸡汤，它有点药材的味，好喝，但是有一点点的甜口。它这鸡脚已经炖得很软了，一说就脱骨了，然后肉是糯糯的，挺入味的。这种汤会就怕它出现2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胡椒过多，然后过辣了，它会带苦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鸡脚可能是冻鸡脚，没有处理干净，它会有鸡脚的腥味。但是呢，这2个问题是完全没有的，是蛮 OK 的。它这个跟马来西亚的汤是不一样的，马来西亚的汤上面看不到油，马来西亚没有甜味，它这是有甜味的。然后这边的药材味会更重一些，有点好像有放五指毛桃的感觉。来中山旅行，除了逛吃呢，我们还可以买点手信带回家。一开始我不知道中山的特产是杏仁饼，然后是看到咀香园，但是我以为咀香园是澳门的，结果发现咀香园有2家，一个是澳门的牌子，一个是中山的牌子，而且中山这个牌子呢是杏仁饼的创始者。哇，好香啊！但是我们今天买的不是咀香园，因为咀香园超市里有。我们今天要买一个只有在中山才能买得到的杏仁饼牌子，就是这一家了，会战老饼家。它这个店招店铺看起来就非常有年代感。开100多年了吗？几十年在这里，主要是不是在这里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家比较推荐的是哪一款产品？这3种吧。这个和这个是不是？它一盒是25。你们这个是手工的吗？纯手工。我想问一下，手工跟机器的有什么区别？在吃一点的不同口感。手工的更软，更松，机器的更硬。听说这个老馆的杏仁饼里面是没有杏仁的，是真的假的？是啊，现在有。现在有，以前没有。那它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绿豆粉。绿豆粉。它散装的是32块钱1斤，哪个更好吃啊？就这个更好吃。手上这个杏仁饼应该买有肉的传统一点。有肉的。这个是。哇，我还没吃过有肉的耶。买肉的。好，这可以放多久啊？6个月。这鸡蛋卷是40块钱1罐，买这种，这个好看。买好了，会战老饼家。都卖几钱呢？这个有点大哦，纸钱批发。这里还有一个九曲文化城，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特别厉害的，藏在小巷子里的铭记炭炉堡。今天晚上的压轴。这里哪里要排队啊？你朋友说要排队，有排队吗？我们来太早了，5点半，然后还没下班呢。刚刚开档。刚刚开档。先找位置先坐。好。先坐。哦，你们这里真的是用炭的呀？侦探。蒸炭。
你们家的招牌是牛杂哈？啊，对，牛杂、羊肉啊，牛筋腩呐。牛杂是要先放到高压锅去压，还是说你就一直放在这个炭炉里？我们是文火慢煲。哦，文火。压的不行。我们刚才另外加了杂菜，还有腐竹。哦，这一锅真的太满了，你看。这是牛肺、牛肚、牛肠，咕噜咕噜的炭火，那香味直往鼻子里冲。还有玉米呢，都炖得透透的了。底铺的多不多？还是只有上面一层？这个干净的筷子，底下是豆腐泡，还有萝卜。它这个呢，虽然是广和豆腐乳，但是它里面是自制的豆腐乳酱。这种炭火炉在城市里应该很少见了吧？一般的呀都是拿燃气灶，那小小的。炭火炉一般只有露天可以。它这个牛肚炖得很烂啊，但是还是有嚼劲的，而且这个味道入得很进去，是辣的，好吃。Amazing 没有？Amazing，再加他们自己自制的豆腐里酱。但我觉得这个酱好吃。那就这样吧，它豆腐酱有点酒味啊，然后再搞个辣椒酱，哇，你看，吃一个吸满汤汁的豆腐泡。Amazing。这个牛肺，我只吃过猪肺，我还没有吃过牛肺，第一次吃。没吃过牛肺。我没有吃过牛肺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它炖得很烂哎。你觉得哪种酱好吃？蒜蓉辣椒，腐乳有点酒味，然后有点咸。猪肺跟牛肺我觉得口感差不多。我觉得它里面牛肚跟牛肠特别多，这个牛肠里面还有肥油呢，看到没有？有肥油。哇，牛肠非常好香哦，牛油的味道。哎，这个好吃哎，我这也是第一次吃哎。腐竹要数个10秒就要捞上来吃。我喜欢这种外圈吸满汤汁了，里面还是脆的口感。好吃吗？就像油条呢，这个萝卜已经炖得很软，不会像我们高压锅压得烂绵绵的，它是有点硬实的。底下是有温度的，所以它咕噜咕噜的汤就越来越浓。这汤已经浓到可以挂勺了，有点太油，不能喝，不能喝。你们这边都是可以免费加汤的吗？对，免费的都是。这是土豆呀，这土豆已经炖得非常绵了，糯糯的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部位的肉。牛心哎，它牛心梗啾啾的，有嚼劲。它这个杂菜里面有油麦菜跟小白菜，它这个青菜是蛮贵的，这盆青菜要12块钱。腐竹是多少钱？腐竹15哈，那赶紧不能浪费，全部倒，得倒进去。它是78块钱一个锅，对，分量很足。就性价比是高的。它里面是没有牛腩的，就是纯牛杂。我们平时在街边吃一个牛杂，就那么一小碗的都要25块钱呢，弹不弹？不弹。不弹。吃错了，不弹。弹不弹？不弹。我怕它掉出去，你知道吗？弹不弹？不弹。你这个跟潮汕比还是不怎么弹。这太阳又来了，你看他们这么多余的太阳，看到没有？在落日中吃牛杂包。你这个牛杂好像跟广州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牛杂好像有一点不一样。有一点，我这是直接拿货的，当天现做的，是不是？是当天现做的，因为我们这离那个牛腩很近的啊，在秀山村嘛，中山他本地人都知道的。就是中山本地口味的吗？是中山牛杂，我是湖北的。哦，你湖北的？我97年就到中山了。那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？这家店就开了就早哦。我接手我朋友的，接手他的是15年。15年在这里10几年了啊。而且现在牛杂也不贵，然后我几十块钱一包嘛，因为我拿货也便宜嘛，我一壶牛杂现在是620一壶。一壶牛杂，你都开始报成本了吗？真的，一壶牛杂这里面要4个小时啊。4个小时啊？清洗它。你们一天大概能卖多少锅？夏天可能就淡一些。哦。冬天的话，就刚才说的那样，搞5、6户了。5、6户。最起码要搞300包牛杂。300包啊？要300包，我得在冬天就全部做满，这一点不出错。连那个广电电视台的，还有那个香港电视台，他们都在我这里采访了。在我们这样的也带很多香港客户来。反正我们就是在这里就不讲环境，就看这个大排档嘛，对，就是完全大排档的风格。对。我们这一顿呢吃了107，这个性价比你们觉得如何呢？我们今天真的是从早吃到晚了。
吃的结结实实，你就打嗝下来了。我们刚才走过来，这个逢源商业街两边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骑楼嘛，它没有网红的精致，但是它有老城的烟火气。我们刚才两边都是吃的，小吃店挺多的。那你觉得值不值得来的一趟吗？值不值得来一趟？我中山1年都要来10几趟，什么叫值不值得来一趟？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这边有一家彩蝶轩，这个我看也是别人推荐的，说是他们这边的，路上到处都是嘛。就是中山的牌子。马上有福，舒芙蕾，南瓜面包，保质期3天，买一袋。老婆饼，老婆饼里有老婆吗？蛋挞。讲好了，要不要焗扒包？焗扒包，大焗扒、細焗扒。拿破仑芝士蛋糕，这好像是你们家的招牌哈。对呀、很多都是啊。买了一个猪扒包，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芝士拿破仑蛋糕，还有个南瓜包。这个。刚才就是这个他们家的新品，马上有福。这是马。现在来开箱刚才买的杏仁饼，买了一盒这个夹肉的杏仁饼，然后还有一个超大盒的蛋挞。这个杏仁饼里面是有12件，一共是240克，保质期是180天，4月6号做的。上面还有2个字会战。哇，好酥脆呀！它这个加肉是不是里面这个？他们说是冰肉，冰肉应该就是肥肉吧？入口即化，而且很松，里面有一点点的杏仁碎。然后这个冰肉呢，它其实吃的不太出来，我感觉好像一碾而过了。口味麻麻得，不齁甜，中规中矩的一款杏仁饼。我吃起来还是觉得绿豆粉会占大部分，然后杏仁就是颗粒。哇，它是创于1911年的，1911年往前追溯，是不是都到清朝了？好久，真的有100年历史。这样我们来开这个蛋卷，好大一盒。这一罐呢是500克，保质期是1年，里面是独立包装。好怕吃这个，就是吃的到处都是。好脆哦，它里面好几层。这咬下去是酥脆的，然后入口就化掉了，这么薄一层。这个蛋卷要比杏仁饼要油润一些。惠赞家的这2款饼呢都不是很甜，如果要比较的话，它比超市买的鸡蛋卷要好吃，但是呢没有美心的那款鸡蛋卷好吃。那1分钱1分货嘛。现在来试下刚才买的彩蝶轩，这个南瓜面包就不是明天早上当早饭吃。猪扒包呢是桃酥的夜宵，这个叫拿破仑芝士蛋糕，他们家的头章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蛋糕体，很绵密哦。哇，这也是酥皮。哇，这个芝士蛋糕呢，跟我平时吃的芝士蛋糕不一样。它其实就是蛋糕，芝士味的蛋糕。这个蛋糕配牛奶应该很好吃，但它有一点偏甜。毕竟才4块5，性价比算蛮高的了。那屏幕前有没有中山的小伙伴呢？那中山还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甩给我，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们还要去吃一下那个脆肉碗 BBQ， 就在这条街，有个脆肉碗 BBQ。还没结束今天？我以为结束了今天。待会要不要路过的话就来一串，没有路过就算啊。我知道，我一讲脆肉碗，一讲脆肉饭，我就开始左右脑互搏。说你懂得 BBQ 是不是烧烤啊？是啊，是。我一下换一下碗，一下换一下碗，一下换一下碗。但是这边人都是讲脆肉碗，因为它粤语就是个碗字。靠近这个炉还是有点烫的，因为它这里面炭还在烧。废话。夏天可能有点热。废话。